我知道主持人讲的这个是台湾出了一本书，是2018年出版的，叫《2031中国崩溃》。那作者认为说呢，2031年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这个社会和制度的大崩溃，也就是说，现在距离中国崩溃只剩10年了，那进入倒计时了。那作者看法是说呢，引起崩溃的最大可能是中共内部有人起来挑战第一把手，然后内杠、派系斗争，然后双方动手，就造成中共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呢，我的看法不同。今天节目里呢，我所谈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就前面我们谈的内容，也是和这个刚才讲《2031中国崩溃》这本书的分析是不一样的。那内子和我在2017年在台湾，2017年10月在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中国溃而不崩》。那么我们在这本书里的分析和结论呢，和《2031中国崩溃》这本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那现在我们这本书在诚品书店的一些台北还有各县市的这个门市里面还有纸本库存，如果想找书可以上网查一下，也可以听电子版的。那我们是认为说，中共将在20到30年里头陷入一种溃而不崩的状态。因为其实人类社会不是只有两种，要么就繁荣，要么就崩溃，这么两种状态。大多数时候，人类社会处在繁荣和崩溃之间。那么区别是在于说，它接近繁荣还是更接近崩溃。如果是接近崩溃，那么当下潜伏着什么样的危机，就值得深入分析。那么预测中国很快要崩溃的人士呢，多半认为说，中国现状不是繁荣就是崩溃。那么一些偏好中国人就以为说，谁要是指出中国的弊端，就是预言中国崩溃。那我们的分析是这样的，我们认为说支持一个社会需要4个支柱。第一个是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最重要就是就业了。第二是正常的生态系统，第三是维系社会的道德伦理，第4个是政府的运作。那么这4个支柱，中国现在状态是呢，这4个支柱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人民的生存质量，还关系到这个国家承载的文明的存续。那么由于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掠夺型模式，这种模式特点就是不断掠夺国民的生存资源，透支生态环境，在短期内促成经济发展，结果是通过极不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极大的贫富差距。所以现在刚才讲的这4个社会支柱当中，前3个就是人民的这个生存基础、生存条件、正常的生态系统和维系社会的道德伦理，现在都已经溃败。所以说溃而不崩指的是这4个基础中3个已经溃败，但是还存在一个，就是中共这个现在呢，这个一直在用政治高压维系它的这个对社会的强力控制，这就导致了不崩。所谓不崩是指说，这个掌握了政治、经济、组织资源的中共政权呢，不会在10到20年里边崩溃。那么中共政权的崩溃是只可能在一种危机共振的情况下出现，也就是说，同时发生超大规模的社会反抗，高层集团内部发生严重矛盾，财政危机，再加上外部的压力。那么这本书出版，我们这本书这个《中国溃而不崩》，2017年10月出版以后，1年多不久，中共就点燃了中美冷战。那这样的话呢，中共的外部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而它的内部压力也和外部压力是直接挂钩的，这样中共就进入一种内外交困的状态。但是中共是绝不可能主动放弃权力的，而越是内外交困，它对内的政治高压和经济管控就越大。所以这种政治高压和经济管控呢，它可以尽量延长它的寿命。当然了，中美冷战的发生表明中共也可能最终会发疯，那就要看它最孤注一掷的后果了。我在3月25号这个震惊最前线节目里谈到过，中共去年秋天已经实际上为战争动员做了立法准备，就他开战的对外开战的理由增加了一条，就是把经济需要列为实行战争总动员的这个理由。也就是说，
中共现在考虑的是说，只要它经济发展遇到麻烦，它就可能准备发动对外战争。那如果它真的发疯了，那么它的战争可能就会不仅仅是制造台海冲突，它也可能准备这个要去维持它的海外贸易的各种经济利益需要。那主要是和美国有关，所以中共的战争威胁所瞄准的主要是美国。那么中共如果要找死的话，那是谁也拦不住他的。